我现在算是退休了，但是我在退休的时候是很被动的。原来我在上海以及周边地区，我拥有一个小规模的连锁商务酒店，我的事业算是平稳而顺利，我过着一般人所谓的幸福美满、富足的日子。我有一点点小钱，我抽抽雪茄，喝喝小酒，打打高尔夫球，真的过得很愉快。但是在15年以前，就跟电影里面的情节一样，命运之神给了我一记重击，他让我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面，失去了我所有奋斗努力出来的结果，包含我的事业，还有我所有的财富，让我变成一文不名。当然，我就被迫退休了。那一年我55岁，我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没有存款，我一个人蜗居在上海的一个老破小的公寓里面，独自面对未来。55岁又当过老板的男人，在就业市场上面是毫无机会的，因为不管是你的年龄、你的学识、你的经历、你的能力，都远远超过就业市场的期待。没有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可以驾驭得了的人，所以找工作是没什么希望。但是我同时面对另外一个挑战，不能说挑战，我要适应另外一个事实，就是我要学习开始过日子。虽然那时候我在上海已经居住了快要20年的时间了，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面，因为种种历史原因，我很多事情没有尝试过。我没有进过超市，没进过商场，我没买过菜，我没有开过汽车，我没有坐过地铁。所以我要在一个看似很熟悉的环境里面，重新开始学习陌生的生活方式。好在我的学习很快，我很快的就领悟到一个道理：当你面临一个对你不利的新环境的时候，你只有改变你的观念，你才能够适应新的环境。也就是说，你要调整你的视野，重新去看世界。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才能够适当的调整你自己的自我意识，放下你的身段，摆正了你的位置，然后你才可以适应环境，没有你适应不了的环境。但是一般人很难忘记过去的自己。如果你一定要把过去的环境里面的我放在现在的环境里面来，你当然是适应不了。原来的我跟很多人一样，我也有一个比较强大的自我意识。我觉得我自己还不错，我的运气好，我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而且我有一个很强大、努力、奋斗向上的意志。事实上，我凭我自己的努力，我已经创造出一片所谓的事业来了。但是，当命运给你一个残酷的考验的时候，当你失去了你生活里面所有的一切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你的自我意识拿出来做一个调整，去适应新的环境。至少你要赶快知道，你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每个月可以花2万块钱人民币抽雪茄的那个人了。所谓的自我意识的转换，并不是说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失败、无能或者是卑微，而是说我们要认清楚一个事实，也就是所有的人在这个宇宙之间，没有一个例外，都是卑微的。就算我曾经所创造出那一片我认为是不错的事业，所谓的事业成就，其实不过是宇宙之间百千万种因素交织运作而成的结果。尽管我认为我的学识、我的财力、我的精力、我的能力都做出了贡献，但是我认为跟宇宙之间所有的因素比较起来，我的贡献微乎其微。当我认识到这个道理，当我了解到我们人类在宇宙之间是多么的渺小的时候，我接受了这个事实，也摆正了我的位置。从此说真的，我就不再有一个虚假的、夸大的自我意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平平实实的心态。然后我在自我沉淀了好几年以后，我开了一个民宿。为什么开民宿呢？因为我一直以来对于一种乡村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有一种憧憬，而且民宿跟我原来经营的商务酒店，其实在性质上相当的吻合。民宿不过是一个体积比较小、层次略微低一点的乡村度假酒店。那么民宿的卖点是什么呢？民宿的卖点不外乎当地著名的美食、当地优美的风景，还有著名的景点，
或者是一些室内设计的巧思，但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民宿主人的魅力。所以我就开始推广我自己作为民宿主人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我有一个藏名，西藏的藏，藏名叫做多杰，多杰的意思是金刚，所以我的名字叫金刚。我的年纪也不小了，所以我就用金刚老爹这个名字，开始在微信的公众号上面发布图文信息，推广金刚老爹，也推广金刚老爹的民宿。那时候是2017年的上半年，然后到了2020年1月13号，我回到台湾来，准备待2个礼拜就回去。没想到 COVID-19 在这时候爆发了，我因此留在台湾，直到今天。一开始我还很高兴，我有多出来的机会，多出来的时间，可以重新好好的认识我已经不太熟悉的台湾了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大概过了1年多，我的心里越来越不踏实，我觉得我应该开始做一点什么事了，所以我就把金刚老爹这个账号搬到脸书粉专上面来了。我的账号当然依然叫做金刚老爹，我的内容的分享依然围绕着我所谓的健康的生活理念。我分享健康的素食，我分享包含大重量训练在内的健身方式，我也分享我的快乐幸福的秘诀，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的片段，还有一些人生的感悟。不久以前，我发表过一个贴文，就是有关我在网上听到的一句话，很普通的一句话，可是呢，给我感触很深。这是西藏的一个修行者藏书热吉说的。他说：“一切的道理都非常的苍白，所有的道理都是没有用的，因为我们人只会被痛苦教育，只会被经验教育，只会被现实教育，唯独不会被道理教育。”我想，经常讲道理的人，老师、家长也好，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好，应该都深深的有同感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我们有这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，我们的人生刚刚展开，我们既没有丰富的人生的经验给我们教训，给我们引导，我们也没有很多的人生的痛苦给我们刺激，给我们启发。我们根本没准备好然后我们已经面对人生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抉择，那就是我的未来，我应该去追求梦想呢，还是我应该去找一份稳当的工作，追求温饱呢？所有的焦虑跟不安都从这边开始。那么我们一定会问，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去追求梦想，或者是我们到底要如何去追求梦想？找出一条道路来，勇往直前，不要被焦虑，不要被不安吞噬呢？有没有办法办到？我的答案是，不但有办法，而且并不难。前提就是我们要先了解宇宙之间所有的事情以及运作的道理。也就是说，宇宙之间的万事万物，不管是你脑海里面的一个念头，他说的一句话，你创造出来的100万金元商业王国，他穷尽一生堆砌出来的学术地位或者是学术思想，都不过是宇宙之间百千万亿，还有更多的因素，或者称之为因缘，错综复杂交织运作而成的结果。其中我们能够掌握的，我认为接近于零。当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，当然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事实，要去理解它。我们一旦认识了这个事实，我们对于自己的人生，对我们的未来，不会产生不切实际的妄想，因为我们会知道，我们要的不过就是快乐跟幸福，而我们要的快乐跟幸福，跟我们追求的梦想也好，财富、地位、名声，不发生直接必然的关系，因为我们的快乐跟幸福来自于我们的内在，来自于我们对于我们在宇宙之间的定位的认知与认定。一旦我们认定了我们的位置，我们就离快乐不远了。然后我们就能够带着一颗平常的心，快乐的去追求梦想。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了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只要活着，我们做我们该做的，
剩下的就让它发生。你焦虑也好，你不安也好，都于事无补。现在71岁的我，还有一个小小的梦想，那就是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，能够用金刚老爹这个账号，或者是叫平台，能够持续有力、广泛的去推广我的健康生活理念，分享我的快乐幸福，提供我的价值，造福我的粉丝。我也希望在我提供价值的过程里面，我能够得到一定的价值的反馈。我希望在2年之内，我能够收获超过10万个粉丝，也许5年之内，我能够收获超过25万个粉丝。因为只有这样子，我的梦想才算是完成。我很希望完成我的梦想，但是我不执着于达成目标，因为我知道在努力前进的过程里面，我已经会得到很多快乐的。很多人看到我们这样年纪的人依然在追求梦想，可能会用一句话来定个调，来鼓励所有的人，那就是梦想与年龄无关。我完全同意这句话，可是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有一句潜台词，我很想把年龄这个框框拿掉。我想说的是，只要我们活着，我们都应该追求梦想，但是切记，千万不要忘记放下所有的执念，因为只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够快乐的去追求梦想，而不是追求梦想，希望找到快乐。谢谢。